90年代初，在昆明有一家蛋糕店，每天早上9点和下午3点定点定时开售2次，总能吸引大批忠实吃货排队等候。倘若你能够成功买到这家饭店的咸奶油蛋糕，那必定是一天中最美好，甚至是值得炫耀的时刻。就是很香，吃完以后就那种感觉，就是我还想吃，管他了，明天再减肥。而在这一份份让人垂涎的背后，是昆明饭店西点大师何志坚年复一年的传承、坚守、创新的结果。我最早的是从中式点心里面做的，做了3年的中点才去接触西式点心的。但是做中式点心的时候，我觉得很不错的，别人很认可的。但是到西点的时候就发现，哇，原来这个食品还可以这样做。一下就把我的这种界限全部打破了，就像洗牌一样，重新又来过，又从零开始学了。在2000年到来的时候，昆明饭店把发展壮大西式点心的业务提上了日程，这对何志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这个知识点的获取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师傅他做给你看，他不会说那么多，他可能一带就过了。我们说的奥秘啊，或者是微妙之处啊，就会很困惑。作为一个地道的昆明人，在信息获取渠道匮乏的年代，想要做出纯正的西式点心是不容易的。扎实的基本功、敏锐的味觉、嗅觉和相当不错的研发审美能力，仅仅只是入门。面对款式种类繁多的西点，还需要系统了解广泛的知识和制作技术。你不停的失败，不停地找原因，然后你不停地去看这些经验，又积累它的一些数据。蛋糕的膏体、配方和制作工艺将影响到最实际的口感。光在蛋糕膏体的研究制作上，何志坚就耗费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在最初的时候去找这个蛋糕体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种。戚风蛋糕很松软，我们的环油很厚重，它在里面的话，它承受不了这种重量，然后就觉得这个环油就很腻。而我们的重奶油蛋糕，这个蛋糕呢，它本身含油就很高，再加上这个油在一起，它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根本吃不下去的感觉。这怎么能跟环油融合在一起？我们做过很多尝试。奶油是西点中味的灵魂。以前没有这个东西，以前的人的甜度比较匮乏，他觉得很甜的东西、很腻的东西，觉得很舒服，心里面吃下去。但现在人呢，讲究健康，讲究营养。但是如果你不改良、不创新的话，大众不一定会喜欢。为了调配出儿时记忆中富有年代感，又能符合现代人味觉审美的味道，何志坚访遍了对此保有味觉记忆的老昆明人。西式美味与滇式传统技艺的融合，就是最本真的答案。如果说是你单一用一种环油的话，它可能会调不出你需要的一种产品。只有当你的很多东西在一起融合的时候，你挑选到一个味觉比较舒服的状态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就可以定型。匠心位于砖，业精源于诚。何志坚成天钻在厨房里潜心研究，就连过年他也放弃和家人团聚，依然痴迷于味觉的研究与探索。下班走的时候呢，又能看到何老师还在办公室里面坐着，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那个工作室，把单一的味道融为万千食客的宠爱，仅靠运气是无法实现的。一勺看似简单的黄油，其风味全仰赖于配料分量的微妙拿捏。其实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你想一件事情重复在做，重复在调试的话，我吃了很多腻，很怕这个东西了，就觉得。
潜心研磨的何志坚，终于完成了让自己感到满意的旧时光。如今，昆明饭店黄油蛋糕已然成为了昆明饭店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西点。何志坚以工匠的执着与耐心，不仅复活了人们味蕾中消失已久的昆明记忆，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与创新，也将云南的美食名片传递给了全国乃至世界。你做给别人吃的目的是让别人有经验、有记忆，然后有惊喜。西点之所以被人们看作美好与浪漫的化身，不仅是口感的香甜，精巧的外形同样要给人以美的感受。何志坚的理念也在一次次迭代更新。30年的从业生涯，让当年拥有一颗蛋糕梦的小女孩，一步步攀登到了西式厨师的金字塔尖。中国烹饪名师、云南烹饪大师、云南省劳动模范、中国餐饮30年杰出人物等，数不清的荣誉让何志坚在同行圈中声名鹊起，而他却从未停止过学习与创新的步伐。何老师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了，但是他对咱们的要求还是依然严谨，就是他这种不忘初心、不断创新的这个精神，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这一系列的成就背后，是何志坚对待手中作品精益求精的执着与超越，是秉承热爱、恪守初心的沉稳坚定，更是那颗向纷繁世界传递美好心愿的工匠之心。他用26年的光阴岁月，沉迷于这个闪耀着火花的世界。对于一个个人来说，说你的品牌在哪里，那就是说，最起码就是说靠谱。在这9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用手中的弧光，不断地焊出一个又一个永恒的连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在这个上面投入，就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靠谱的，人家一讲起来就认可。每当卫东拿起焊枪放下面罩的时候，仿佛他的世界只剩下眼前这些跳动着的绿色的火光。这也是他因为热爱而去坚守的世界。焊接之于工业，就好比关节之于人类。没有关节的人类将成为一滩软泥，而没有焊接的工业也必将衰败。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焊接工艺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在焊接自动化被广泛运用的今天，手工焊接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化学储罐的焊接，需要焊工进入到内部手工完成。就是在这个四川攀枝花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气候比较热，我记得那时候是7月份，7月份的时候呢，就是那边的温度将近40来度。有一个年纪比我们小一点的那个小同志呢，就是干了2个小时的时候呢，可能就晕过去了那种。我就说我们有的时候受不了了，就摆着说休息一会儿。完了之后，魏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们先出去吧，我把这弄完。”一次性焊完以后呢，它这个承压了、焊接应力啊、变形这些相对是小得多。对于化学储罐来说，质量更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焊缝上出现哪怕一个针眼大小的漏点，都会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我觉得对一个焊工来说，最关键的就是他要有质量意识，因为这个产品质量的好坏、使用时间的长短，对社会、对这个国家创造价值的这个多少，它取决于产品的质量，所以这个意识是必须的。
除了对质量的较高要求以及炎热的工作环境外，卫东和他的团队还面临着更棘手的问题。就说我们做的那个黄磷储罐，那个是里面是储存那个黄磷的，储存那个黄磷的，然后它是那个材料是那个复合板的，复合板的就是说它那个焊接要求就比较高。当时开头我们有的是不懂这些工艺啊。不锈钢复合板是以一定厚度的不锈钢板为副层，以碳钢板、低合金钢等为基层，整体的连续的包覆在一起的复合材料。相对于不锈钢板，它有着耐腐蚀、耐磨损、高韧性、高强度且性价比高等诸多优点。但是，不锈钢复合板的焊接也有着较高的难度。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最有效地将不同材质以及不同熔点的材料永久地连接在一起，成了卫东和他的团队们最大的挑战。为此，卫东只能通过不停的实践来设计最高效的焊接方案。每次就是看着他那个做完一道活出来的话，就是全身都湿透了，就剩了2个眼圈黑黑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是长期专注对于你这个技术的这个专注，那就是说你可能在整个职业生涯里面，你都要对它抱有热情。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逐步的就对这个东西就投入非常非常的深，有时候已经到了那个有点强迫症的那种感觉。那就是说，好像什么活没干好了，那么就吃饭也不香，可能睡觉也在想这个事。最终，卫东选定了使用耀星焊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拍片检查焊接接口，使用耀星焊焊接的不锈钢复合板焊缝质量较高，同时焊熔敷速度快，飞溅少，焊工容易操作。在保证了质量的同时，将这个项目的工期缩短了近1/3的时间，大大节约了施工成本。在我们岗位上来说，他是领军人物，他技术比较娴熟，而且就是他比较善于钻研复合板的焊接。之后又有一个亚氟焊接铜管的工艺，卫东就把它写成技术方案，包成工法，评了一个部级的工法和省一级的工法都通过了。我们好多好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干了，但是大家还没给它构定下来，还没给它形成总结，我是不是可以来干这个事情？那么我的就是依托我们这个大师工作室，我们的定位就是，第一就是说总结经验，第二发扬。磨练技艺的过程里，那些宝贵的经验和功法，成为卫东最趁手的焊枪，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年纪渐长的他，放不下对焊接事业的热爱，更放不下对技艺的追求。在这个时期呢，就要通过不停的对这个理论知识或者那些先进操作方法的钻研、探索、总结，然后再运用对我从事的这个焊接工作的热爱，跟要做的这个事情，能够不停的，还是像以前一样，不停的做多、做好、做下去。往往事业成就了匠人，而匠人又会反过来成就一个事业。多年来，14野建设集团云南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重点工程都有卫东的身影，其中有多个工程获得了国家级、省级和行业优质工程奖。作为公司副总工程师、国家级焊接大师工作室的带头人，卫东作为行业专家，参加国家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负责实施的焊接加工专业、
国家技能人才培养标准及一体化课程规范开发编制工作。除此以外，卫东和他的团队总结提炼的诸多焊接技术，多次获得国家专利，并把这些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更多的人，为企业培养出了一大批技术骨干。永远持续的专注跟热情，第二，永远的不满足，跟那个创新，就是这个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作为你一辈子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就是工匠精神。工匠和我们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各类手工匠人用他们精湛的技艺为我们生活的景图定下底色。不同于艺术家那种孤独性的探求，匠人们最重要的其实是要回应人们的需求。因为巅峰匠艺的核心是精，心有精诚，手有精艺，必出精品。也许这些精品并不总是能够惊天动地，但它们却总会让附加在这之上的工匠精神传递久远，贡献人间。